这是一起堪称完美的密室连环谋杀案，凶手利用童谣之说，巧妙地杀害众人，最后连凶手自己的死亡也在他的设计之中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部由阿婆改编的封神之作《无人生还》，今天给大家奉上《无人生还》，又名童谣谋杀案。看过的小伙伴们请不要剧透哦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与世隔绝的孤岛上，8个素不相识的人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接受了欧文夫妇的邀请，来到了这里。这8个人年龄、职业各不相同，他们分别是医生、法官、将军、探长、女教师、雇佣兵、富二代和修女。但奇怪的是，客人们都已全部到齐，作为主人的欧文夫妇却迟迟没有出现。迎接他们的只有管家和他的妻子女仆。在2人的带领下，众人来到孤岛的豪华别野。晚餐时间，大家边吃边闲聊着。神秘的欧文夫妇还是没有露面。管家说，他们很有可能会跟着明早的补给船一同登岛，请大家安心休息一晚。晚餐过后，当大家正聊得起兴的时候，留声机里突然传出一个刺耳而又诡异的声音，指控在场的10个人都是谋杀犯，并详细地列出了每个人的杀人罪行，还精确说出了死者的姓名。留声机里一件件恐怖的犯罪事件让所有人慌了起来。女仆也刚好听到他们夫妇俩被指控，吓得晕了过去。医生立即给女仆服下一杯镇定药水。随后众人来到大厅，纷纷质问管家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管家表示，他和妻子也是前不久才被雇佣来的，根本没有见过欧文夫妇，并且他们只是按照主人的留言定时打开了留声机，并不知道唱片里面的内容。说完，管家还解释道，留声机里指控他们夫妻俩杀害了前主人，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因为前主人是年纪大了突然猝死的，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说完，医生也站了出来，表示留声机里对自己的指控也是污蔑人的，患者是在手术中抢救无效死亡的。医生表示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。接着，将军声称副官并非他所害，他是为国捐躯牺牲在了战场上。探长也为自己辩解道，他抓捕的犯人是在醉酒后被自己呕吐物呛死的。女教师也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，声称她的学生是死于意外溺水，并表示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去施救了，但还是没能救下他来，因此他还差点被淹死。随后，法官说，他确实是判处了一个犯人死刑，但他坚定声称自己没有误判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是他知道那个人就是变态杀人狂。总之，大部分人都否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只有雇佣兵大方承认，在打仗时的确杀害了东非部落的21人。雇佣兵话音刚落，大家纷纷指责他残忍无情，但雇佣兵却不以为然，他嘲讽这群人虚假，敢做不敢当。这时，一旁的富二代也说了实话，声称自己飙车时的确撞死了那2个小孩子，但他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，怪孩子的家长没把他们看好。说完，富二代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，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脖子，紧接着口吐鲜血，倒在了地上。这啥情况？死的也太突然了！看到这一幕，众人们都慌了神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，他们会一个又一个的接连死去。这部由推理女王阿加莎改编的经典悬疑片，不看到最后，你能猜到真正的凶手吗？富二代在众人面前突然去世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众人将他的尸体抬回房间后，医生说他是被噎死的，接着还从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大量兴奋剂，因此众人都以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，纷纷推测他是吸食过量而造成的猝死。随后，惶惶不安的众人各自回房休息，准备明天一早等船夫回来就离开这个不祥之地。深夜里，管家在厨房准备明天的早餐，女仆独自在房间里睡觉。她辗转反侧，突然被噩梦惊醒。原来他们的确谋杀了上一位主人。管家为了私吞遗产，用枕头闷死了前任雇主，而这一幕刚好被门口的女仆看到，她选择了包庇自己的丈夫。女仆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还没完全清醒，突然又听到了一阵敲门声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到了第2天早上，管家发现自己的妻子死在了床上。这一下，大家变得更加慌张，一夜之间突然死去2人，这肯定不是意外。就在这时，细心敏锐的女教师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餐桌上昨晚明明还摆着10个士兵人偶，现在只剩下了8个。接着她又回想起，在每个人的房间里都挂着一副印有杀人童谣歌词的字画，字画上面写着10个小士兵为了吃饭去奔走，噎死一个没法救，10个只剩9个小士兵深夜不睡真困乏，倒头一睡睡死了，9个只剩8，这也太离奇了。2个人的死法刚好对应了童谣的前2句，难道这里受到了童谣的诅咒？看着剩下的8句童谣和8个人偶，其余的8人都陷入了恐慌。欧文夫妇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把他们聚到这里来害死他们？随后，雇佣兵和探长在房外搜寻了一圈，发现这个岛上除了住在这里的他们几人，
再也没有其他生物。这就意味着杀人凶手隐藏在他们8人中间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开始互相猜忌。医生和患有重病的法官都携带了药品上岛，成为了首先被怀疑的对象。但经检查，发现他们带来的都是正常药品。这下可好，啥线索也都没有了。大家都觉得暂时还是先别互相怀疑了，等物资传到了，马上离开这里吧。说完，众人都开始各自回房收拾行李，只有将军一人独自离开了别野，来到了海边，回忆起了往事。原来副官确实死在他的手中。当年他无意间在副官的口袋里发现了自己妻子写给副官的情书，于是恼羞成怒的他一枪杀死了副官。随后没过多久，在门口织毛衣的修女看到海边正盘旋着一群海鸟，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走过去一看，却看到了这一幕：海岸边躺着将军血淋淋的尸体。看着将军的死状，众人明白了，这明显就是一场谋杀。女教师连忙来到餐厅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桌子上的人偶只剩下了7个。童谣字画的第3句是8个小士兵，德文城里去猎奇，留下一个命归西，8个只剩7。杀人童谣再一次应验了将军的死亡。7个人聚在一起，变得人心惶惶。此时海上狂风大作，根本没有船只可以进来。现在只有找出凶手是谁，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他们聚在一起，重新梳理了案情。首先是神秘的欧文夫妇把他们聚到这里来的，他们到底是谁呢？想着想着，法官发现将欧文夫妇的名字拆开重组，就能得到一个新词 unknown， 无名氏的意思。法官对着众人说，有可能欧文夫妇自始至终根本就不存在，凶手是利用他们的身份掩人耳目，藏在了我们7人之中。听完法官的话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每个人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。众人一致怀疑不在场的管家，因为他是最先来岛上的人，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作案，最方便在富二代的酒里下毒，也最容易接触到他的妻子女仆，而且他一直都是一个人，所以他的嫌疑最大。众人讨论完，已经到了夜里，剩下的6人各自回房休息，紧锁房门，打算都提防着管家。本以为会相安无事的度过今晚，可第二天一早，医生就发现管家被人用斧头劈死在柴房里。杀人童谣的第4句也应验了：7个小士兵，伐树砍枝不顺手，斧劈2半一命休，7个只剩6。接着是杀人童谣的第5句：6个小士兵，玩弄蜂房惹蜂怒，飞来一遮命呜呼，6个只剩5。可这岛上根本没有蜜蜂，凶手要怎么杀人呢？下一个被杀的又是谁呢？最大嫌疑人接连死去，可杀戮还未停止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？恐惧已经快要把每个人的心理防线击破了。剩下的6个人都感到非常的害怕，担心下一个死的人会是自己，因为他们都做了亏心事。心虚的修女坐在房间里祷告着，因为她也是一个杀人凶手。多年以前，她的养女未婚先孕，修女觉得她败坏了家风，所以把她赶出了家门。无路可走的她最后选择了卧轨自杀。时间不知过去多久，女教师发现桌上的人偶又少了一个，果不其然，修女死了。杀人童谣的第5句又应验了，刺死她的刀正是蜜蜂牌的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回到房间的雇佣兵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枪要是被凶手拿走，那么他们几个岂不是死得更快？雇佣兵连忙召集大家，然后开始搜查每个人的房间，这是排除嫌疑的最好办法。可是剩下的5人忙活了一下午，什么也没有搜到。为了防止凶手再次作案，医生提议大家就这样一起待在客厅里，看看凶手到底还怎么行凶。可有的人就是偏偏不信邪。法官声称自己很无聊，独自回房看书去了。不合群的法官引起了大家的怀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枪响让剩下的4人瞬间呆住。他们迅速来到法官的房间，发现法官被人一枪爆了头。杀人童谣再一次应验：5个小士兵，惹是生非打官司，官司缠身直到死，5个只剩4。最大嫌疑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奇死去，下一个又会轮到谁呢？到了这一刻，4人也想通了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趁死之前好好欢乐一把，这样死去也不会留下遗憾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开始在别野里面狂欢，音乐美酒，应有尽有。当众人玩得正开心的时候，医生突然发现女教师和雇佣兵的关系很是暧昧，难道他们俩就是神秘的欧文夫妇吗？派对结束，探长久久不能入眠，因为他也曾活活地打死了一名犯人。正当他回忆之时，门外突然传来动静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却发现医生正偷偷地离开房间。难道医生才是幕后真正的凶手？探长立刻叫上雇佣兵和女教师出去找人，可3人找到天亮也没有发现医生的踪影。雇佣兵回到房间，却看到了这一幕：他丢失的手枪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床上，而餐桌上的人偶也少了一个。这似乎在表明失踪的医生已经死了，但女教师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杀人童谣的第7句是4个小士兵结伴出海遭大难，鱼吞一个血斑斑，4个只剩3。
杀人童谣中，这是唯一不见尸体的死法。也许他才是真正的欧文，枪有可能也是他偷的，杀完人后又自己还回来了，然后通过假死来洗清自己的嫌疑。而此刻，他可能正躲在角落，伺机谋杀下一个人。两人听了女教师的分析后，瞬间觉得后背发凉。他们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逃出这里才行。三人商量后，决定出去点燃烟火求救，希望有人能够发现他们。可到了海边，俩人才发现探长没有跟来，于是返回别野寻找。结果看到了这一幕，探长的死法正对应了杀人童谣的第8句。3个小士兵，动物园里遭祸殃，狗熊突然从天降，3个只剩俩，不是雇佣兵，也不是女教师做的案，他们更加确信医生没死，而且就藏在这栋别野里。但他们已经不想再和凶手有任何交集了。两人来到海边准备求救，却意外发现了医生的尸体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两人心里都懵了。现在只剩他们两人，那就说明他们其中一个就是真正的凶手。然而女教师很清楚自己不是凶手，所以真正的凶手只能是趁雇佣兵不注意，女教师从他身后抢走了他的枪。都到现在这种情况了，不是你就是我，所以任凭雇佣兵怎么解释，女教师都不会相信。随后伴随着枪声，女教师杀死了雇佣兵。2个小士兵太阳底下长叹息，晒死烤死悲戚戚，2个只剩1。古老的童谣像诅咒一样笼罩着这里。岛上的9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奇死去，只剩下最后1人女教师。她心想，凶手死了，这个岛上应该安全了吧。她站在海边，回想起自己杀的第1个人。当年她给一个富二代小男孩当家教时，和小孩的叔叔相恋了。因为小男孩的存在，她的男友无法继承家族的财产。为了婚后能过上舒服日子，她想出了一个周密计划。案发那天，她带着小男孩来到海边玩耍，怂恿不会游泳的小男孩下水游玩。等小男孩溺死后，她伪装成去救人而差点被淹死的假象。她用精湛的演技逃过了法律的制裁，但男友却识破了她的诡计，最终跟她分手了。恍惚间，她仿佛看到了那个死去的小男孩，正指引着她回到别野的一个小房间里。走进房间，她看到里面挂着一根吊绳，也许是亲手杀害了雇佣兵。她的精神上已经有些恍惚了，她像中了邪一样把头放进了吊绳里。1个小士兵归去来兮只一人，悬梁自尽了此生，1个也不剩。正当女教师准备了结自我的时候，门把手突然动了。这里的人不是已经全部死光了吗？到底是谁？伴随着房门的打开，女教师看到了死而复生的法官。原来法官被检查出得了癌症，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，但他很喜欢审判罪人的感觉。在临死前，他精挑细选了9个犯过重罪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人，以欧文的名义把他们邀请到岛上，用杀人童谣里面的手法巧妙地杀害了众人，然后忽悠医生，称自己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，但需要医生来配合自己假死，为的是引蛇出洞。医生信以为真，配合了他的表演，结果没想到自己也死在了法官之手。得知真相的女教师恳求法官放过自己，她说会帮忙做伪证，可以把这一切的罪行都推给雇佣兵。听完她的说辞，法官不为所动，直接抽掉了他脚下的椅子，任其挣扎。然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影片名字告诉我们，无人生还，这才是最完美的谋杀案。法官还要制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凶手，他在餐桌上摆好2杯红酒，制造出最后还剩2个人的假象，接着用手帕擦掉了枪上的指纹，随后对准头给了自己1枪。这一枪给警察留下了一桩惊天悬案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这部作品号称是阿婆的封神之作，作品中采用了暴风雪山庄家童谣的杀人模式，其内容被后人模仿至今，却从未被超越。精妙的构思，难解的谜底，意外的结局，一群有血有肉、有仇有恨、有善有恶的人物都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。影片的最后，又回到开头那艘飘摇的小船载着众人驶向那座孤岛的时候，海风轻轻地抚过所有人的恶骨，无人可以再次逃脱。我是小森，喜欢的关个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